为了种田，人们痛苦，牛畜受伤，虫儿死了。想不到，为了我们的奢侈生活，害苦了那么多生物。这种残忍的行为真是悲哀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食只要1碗饭就够了，睡只要有地方躺就行了，穿只要能遮盖身体就够了，其他东西大可舍弃。我想放弃家产，出家求道去。我也是。就这样，大迦瑟把财产分给下人，田产分给人们，并决定由自己先出外旅行。巴托，如果我能够遇到名师，我马上回来接你过去。一定啊！我发誓。据传，这天正好是世尊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日子。然后2年后，为了寻找名师，寻访诸国的大迦瑟，终于遇到了终生的师父世尊。巴托，我非常想迎接你过来，可是竹林精舍还没有女人出家者，请你再忍耐一会儿吧。最后，大迦瑟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就在世尊活动的根据地，从竹林精舍移到居萨罗国的祇园精舍不久，世尊首次开立收容女弟子。大迦瑟非常高兴，把跋陀接到了祇园精舍。于是，成为世尊弟子的跋陀，潜心修道，得到世尊称赞，是宿命者，无人胜得过跋陀比丘尼。且说世尊的弟子人数逐渐的增加，分到地方的比丘渐渐管不到，就连这阿罗毗村也有比丘开始过放逸的生活了。不行，大家都忘了开始修行时候的决心了。你看看，这个是优陀罗王家传下的宝钵，这个是优家甚我有钱人视为珍宝的钵。我说了，我们最自信的钵跟优婆罗难提的宝钵比起来，好像是垃圾。那房子和宝钵是从哪里来的呢？说不定是强迫村人施舍得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糟了。今天呢，你就拿这个去托钵，你们呢跟我走，我带你们到有钱人家去吃珍肴。那太好了！他还跟着呢。看来大迦瑟偶尔也想吃一点好东西。就是这家了。这是这狐狸的东西，
算了，我们到那家。嗯？怎么搞的？你真是奇怪啊！哦？真是搞不懂。我知道了，你为了要建房子，强迫大家捐钱出来，所以大家看到你就逃啊，对不对啊？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如果这样，那可就糟了。果然是这样。可是责备他们不是我的工作。大家色，他好像有目标哎。这边。莫非他想向那个老女人托钵？我得了重病，每个人都不要我了，我快死了。我不知道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是在尊贵的世尊门下修行的人，我是来请求你给我一点施舍的。向我托钵啊？是的，我希望你能够减少你自己的食物，发一发慈悲心，施舍一些给我。你说什么呀？以前我从来也没施舍东西给人家，更何况就想给也没东西。我一无所有了，没有东西啊！哎呀，你看起来很有修行的样子。如果有东西，我真的很想施舍给你，可是怎么办呢？哎呀，我眼前有的只有别人不要的东西，像是发酸发臭的米汤，哎，真是好丢脸哦！你这份心，最重要的就是这份心了。你拥有这份肯施舍的心，有那个帮助别人之心的人，这种人他就不是穷人。有羞耻之心，敢于反省自己的人，就已经是一个求道的人了。而现在的你，已经具备这些心，那就是信佛的尊贵之人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够施舍一点米汤给我。好。哎呀！太感谢了，今天的用餐就到此结束。我拥有活到明天的力量了，这都是托您施舍之恩，谢谢您。大家色做了这么一件事吗？真不愧是大家色，不多言而以行为说道，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
也以同样的行为教导你们。阿难，是，转告大家，从今天起，不可为了建立豪华的精舍，向人们要求过多的施舍，知道吗？是。还有，从今天起，不可像优婆难提那样，一个人拥有太多的钵，多余的东西都要舍弃。现在啊，不错。不准笑！世尊一直把大迦叶当作是好朋友，而不只是弟子而已。世尊内心其他弟子不知道的深处，只有大迦叶知道。两人间的深厚信赖与这段友谊，40年来从未改变。世尊80岁那年，把所有的教义传给了阿难，还有大迦叶。阿难听过世尊的所有说法，并且暗记下来，而大迦叶则有如世尊第二，亲自实践教义。佛教能够传到后世，大部分得归功于这2位，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不久，世尊在居士那罗的2棵梭罗树间，最后一次躺下休息。正好在旅途中的大迦叶听到这消息，马上带着弟子赶到居士那罗。哎呀，喘死我了！哎呀，休息一下吧。哎呦！行者，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居士那罗。那么我请问一下，是不是曾经听到过有关我师父的任何消息啊？他已经在7天前走了。今天要举行葬礼，这朵花就是从那儿拿来的。你们何必这样悲伤呢？从今以后啊，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命令那个。哎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了，这一下反而轻松了嘛，对不对啊？嘿嘿。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原谅我，大迦叶，原谅我。原谅我，大迦叶，原谅我，原谅我。居士那罗方面，阿难等人正想点火烧棺，可是怎么点都点不着。大迦叶来了！师父啊，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了，从今以后，我将不再独自享受道的喜悦，我要如太阳一般燃烧自己，为了传播正确的佛法，到后世而努力。
请你放心的去吧，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师父。烧起来了！起来了！世事变迁，世上没有不变的，万物由生到死，由死到生。在这荆棘中，我找到永远不变的生命。我的弟子啊，今后要以自己为依靠，以法为依靠。90天后，大迦叶在七叶窟内聚集了世尊的500名弟子，其中也可以见到跋陀的身影，也就是现在的明见尼。优婆难提，你也进去呀？我可以吗？要是没有你和世尊，现在的我可能还像以前那个样子，只会是一个自己享受快乐的沉默的修行者。我之所以发愿要召集大家来编辑经典，优婆难提，你是首居第一功啊！对不起，对不起，谢谢你。就这样，大迦叶得到了阿难等人的帮助。为了将法传到后世，开始着手召开编辑经典大会，也就是经典集结。大迦叶和优婆难提2个人，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逆缘吧。各位知道牛葭这个草吗？古人传说，吃了牛葭，人的记忆力会特别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很久以前，在某个遥远的国家，有位忘性超强的和尚。后来和尚死了，在他的墓地四周围长出了不可思议的草，这就是牛葭草。所以吃下牛葭草，人就会忘性增强。这个传说的根源是来自于释迦的一位弟子，他的名字叫做周利盘特。这一回我们就是要来讲周利盘特的故事。佛典故事：盘特兄弟扫帚的教诲。距今约2500年前，印度居萨罗国的国都舍卫城住着一对兄弟。大哥摩诃盘特记忆力特别的好，年轻的时候就被传颂为优秀的学者，在自己家里招收弟子，传授学问。可是他的弟弟周利盘特记忆力却特别的差，做什么都失败，成为人们的笑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这5个物质所混合而成的。首先第一个是金，金是不冷也不热，拥有固定的形状，
接着第二个是木，是热而变化，没有一定的形状。哎，不行不行，不可以去那里。等一等啊。周利盘特，是哥哥。你在干什么？我要救他，他好可怜哦。救谁呀？救蚯蚓啊。你照到阳光是会死的哦，快走啊！你果然不适合做学问，去别处玩吧。为什么？你在会妨碍别人。我没有妨碍别人啊。只要你在，就会妨碍别人。我想做学问嘛，像哥哥一样伟大啊！你不要啰嗦了，赶快去别的地方，暂时不准回来。是。接着第三个是水，水是不冷也不热。我也想做学问，也想像哥哥那样伟大。你说不行吗？我没有办法像哥哥那样，是不是？那我比哥哥差一点，那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哥哥，周利盘特，天已经黑了，快回家吧。刚才真是对不起啊！啊？我说了很过分的话。过分的话？什么话？你已经忘了？哎呦，真是伤脑筋呢。伤脑筋？爸爸在临终的时候，要我好好照顾你。看来他真的猜中自己身后的事了。他真的猜中了？那时候，世尊来到舍卫城附近的祇园精舍，许多人皈依成为弟子。因为朋友的劝告，摩诃盘特也去听法了，而决心成为世尊的弟子。我也要去。你留下来。我也要去成为那个叫什么人的弟子。世尊教的相当难，你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不知道了，我也要去啊。修行是很严格的，依我看，你是没办法完成的。没办法，我也要去。随便你吧。那我就随便啦。碍于父亲的遗言，摩诃盘特也没办法，只好带着弟弟去祇园精舍。我是摩诃盘特。他是我的弟弟，叫做周利盘特。快点行礼啊！快！请让我摩诃盘特还有我弟弟周利盘特成为您的弟子，好吗？世尊，那位大哥非常优秀，可是他却有个全城都知道的愚蠢的弟弟。那个弟弟我看呐，还是拒绝的好，别惹麻烦呐。齐达，是。我们做人绝不能够以貌取人。
世尊，可是这……我的教法永远不分对象，对人们打开宽敞大门。我承认你们几个人的入门。太感激了。好痛哦！哼，就等着看以后吧啊！就这样，盘特兄弟一起成为世尊的弟子，每天做严格的修行。大哥摩诃盘特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相对之下，小弟的周利盘特修行进度非常的缓慢。成为世尊的弟子必须遵守250条的戒律，可是周利盘特却连背都背不起来。再从头开始啊，要听好。不可杀动物，不可偷窃，不可说谎。你说说看啊！哎，给你个提示，动物。动物啊，很可爱。哎呦，不行不讲话！你说什么？要赶走我的弟弟？有他在，我们会连带成为世人的笑柄的。对啊，说的对呀。以后也会影响到世尊的名声。对，说的对。求求你们，至少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好吗？等到下一次集会的日子，然后怎么样呢？我会展示我弟弟他修行的成果。修行的成果？不可能！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自己会赶走他的。请等到那一天，拜托。不做坏事，不欺负动物，感到诸念皆空，就会远离无益的痛苦。这是因为佛的力量。下次集会那一天，你把这一些全部背给大家听。我吗？周利盘特，你如果这样背出来的话，大家都会承认你的修行的。不知道办不办得到？办不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到时候我就必须赶你走。我试试看啊。那你就跟着我念。首先是不做坏事。首先是多余的啦。首先是多余的。哎呀，笨蛋！你不好好跟着念。不做坏事。不做坏事。你又忘了吗？快点想起来啊！不做坏事，不欺负动物，感到诸念皆空，就会远离无益的痛苦。早上到现在啊，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我都能够。好伟大哦！那这什么伟大？你是伟人。不，我不是伟人，你别戏弄我了呀！如同约定的，余弟现在就展示他的修行成果，将背诵赞美佛的话。那么，蜜蜂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我忘了。他的修行成果还真是惊人呢啊！对呀，对不对呀？对。你这个笨蛋！哥哥，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我不能留你这种笨蛋在这里。现在随便你去什么地方，你走吧，快走！我真的很傻吗？我真的是笨蛋吗？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周利盘特，你在伤心什么？师尊，讲给我听听。我被哥哥赶出来，再也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我不能回家，无处可归。既然无处可归，那你就到我那儿去吧。到师尊您那里？怎么？难道你不是我的弟子吗？可是哥哥说，像我这种傻瓜不能当师尊您的弟子。周利盘特，你觉得怎样？你觉得自己是傻瓜吗？哥哥这么说，大家也都这么说，我好像真的是傻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不是傻瓜了。发觉自己是傻瓜的人，就已经不是傻瓜了。来吧。是。我们先从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比方说扫尘除垢，你背这句就好。我试试看。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从现在开始，你拿着这把扫把打扫精舍，每天边扫边念，那么你就不会忘记了。哎，我知道了，是。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他还在啊！除垢，好像是世尊准予他留下来的，伤脑筋。对啊，说的对。周利盘特，你扫得这么辛苦啊！辛苦了啊！辛苦了啊！那边还有垃圾啊！这边还有垃圾哦。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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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除垢。周利盘特每天不停地扫除奇缘精舍，而且他的口中也一直唱着世尊所教的那句话。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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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除垢。终于，周利盘特的扫帚很快的没多久就脏了。掉了这么多毛，拍拍就出现了灰尘，真是受不了，跟我的身体一样脏。扫尘除垢，扫尘除垢。
好脏啊，我的身体。我的心更脏了。我知道了，世尊是叫我扫内心的尘，内心的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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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说奇缘精舍的东边有一个比丘尼居住的精舍。世尊每天派一位优秀的弟子到那里传达教诲给他们。世尊，今天要派哪位到东边的精舍去啊？我看派他吧。怎么可能呢？世尊，我想我弟弟他一定办不到的。不行，我办不到啊！会被女弟子给笑死的。他们会生气的。对呀，说的对呀。周利盘特，周利盘特，是，你办得到的，你一定可以。不必像其他人那样能言善道，你自有你的专长。放松你的心情，照心想的自然的做就行了。你知道吗？是，我试试看。阿难，你和周利盘特一起去。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周利。总算来了。后面的是阿难呢。他不是周利盘特吗？哎呦，就是那个忘性超扬的比丘。他来干什么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手上拿着扫帚，待会儿大概要替我们扫地吧。今天由周利盘特来转达世尊的教诲。你讨厌，怎么这样子啊？这可是世尊他亲自指明的，请诚心安静的听讲，拜托了。讨厌，世尊到底在想什么嘛？这分明不就是在看轻我们嘛，对不对？对呀，一定是这样的。您们放心，待会儿我一定亲自向世尊反映这个问题的。哎呦，这个人越看越脏啊！答对了。我的身体很脏，可是更脏的是我的心。世尊送我这把扫帚，要我边扫边念扫尘除垢。这个我办得到。我每天挥着扫帚不断的诵唱，直到有一天，我看着变成破烂的扫帚，我才发现了，到底尘是什么，垢是什么？那就是我内心的尘，我内心的垢。我的心充满了欲望，充满了不满。世尊叫我扫的，就是这个内心的尘垢。欲望消失吧，愤怒消失吧，不满滚蛋吧。我扫了，每天我不断地挥扫着扫把来扫。可是再怎么扫，尘还是扫不完，一直一直的飞扬上来。我内心的尘与垢也一样的一直飞扬上来，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要放弃扫除尘垢吗？不对，即使尘垢扫不完，还是要扫，就是因为扫不完才要扫。哇，我办得到，只有这样了。真是了不起的见解，多么感人的一番话！或许那就是打破常识的雄辩吧。朱利盘特的讲法深深打动比丘尼们的内心，大家高兴的流泪啊。周利盘特领悟的好，这样就行了。在那之上的扫尘除垢，已经不是人的力量可及，所以才要靠佛的智慧，佛的拯救。是，谢谢您了，世尊。大家也应该注意，悟道不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即使只是一句话，如果能正确了解它的深意，那么一样可以步上正道。像周利盘特那样，不，就因为遇上了周利盘特，我才有机会以别于常人的方法教导他真理。谢谢您，世尊。每个人各有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齐达，不是这样吗？对不起，世尊，我们的心态错误了。我们错误了。弟弟，我错了，请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情。哥哥，周律，周律。距今约2500年前，印度最强的国家是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羯陀国。摩羯陀国王频毗娑罗是信仰心深厚的人，也是世尊的忠实信徒。国王为了世尊与众弟子，奉建了竹林精舍。另外，当世尊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说法的时候，他也经常的前往听法。佛典故事：王舍城的悲剧。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到此为止。频毗娑罗王和王妃为提西之间有位年轻太子，名字叫做善见的这位太子，是在父母溺爱中长大的幸福少年。好剑法呀，太子！你大概累了吧？哪里？我还不累。前途无量哦！不要练剑了吧，我好担心呢，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好了，过来这边，过来啊！王妃老是把太子当成小孩那样的呵护，太子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说是不是，毗陀罗？您说的是啊，没错。太子的武艺与学问都有长足的进步，作为继承人是挑不出缺点了。这时，有位男子注视着太子，他是世尊的表弟兼弟子提婆达多。时机到了，让我发挥所长的时刻终于到了。
不知何时，处心积虑想取代世尊的提婆达多向太子献媚，得到了一栋华丽的屋邸，自己招收弟子。不可能啊！有可能。没有那种事。父亲他无微不至的抚养我长大，将来他还要我……你看到的那只是表面，其实他内心恨你，惧怕你。他甚至一度想要杀死太子呢。我不相信，这是假的。太子的小指就是证据。现在我就告诉你，小指折断的原因以及它的经过。提婆达多向太子说了这样的故事：因为频婆娑罗王和韦提希结婚许久，迟迟不生子。于是国王找来占卜师，占卜说深山里有位仙人，仙人死后会转生为王子。于是国王就命令家臣叫仙人自杀。可是仙人拒绝了。焦急的国王于是命人杀死仙人。仙人死前诅咒说，转生后我一定要报此仇。不久，韦提希怀孕了，国王害怕出生的孩子会杀死自己，命令韦提希把婴儿从高塔丢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婴儿除了小指折到之外，全身无伤。听到婴儿的哭声，恢复神智的国王决定改过自新，把婴儿抚养长大。不知道的人只有太子你而已，全京城的人都这么称呼太子。阿舍氏，阿舍氏，他的意思是出生前就怀恨的人。你仔细想想，与其乖乖地坐着等，那么国王宝座永远落不到你的头上。不只是如此呢，还要担心某天国王突然改变心意，杀死太子呢。知道了，我要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杀死父亲。没错，从现在开始，我要按照大家所称呼的，自名为阿舍氏。出生前对父王的怨恨，从现在开始就一举血清了。下得好决心呐！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太子他想杀死国王，我们也拼命谏言了，可是太子他住手！太子，不要过来！你如果说阻止的话，即使是母亲，我也不会放过的。国王，太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不要慌，太子，现在我就把王位让给你，这样就可以了吧？你认为怎么样？原来如此，你想先解决眼前的危机，以后再趁机反击吗？不可能，我才不会上当呢！提婆尊者告诉我，在我刚出生的时候，父王曾经一度想要杀我。你知道了那件事了，没办法，这是报应啊！你就尽量报仇吧。士兵，把这个男人关入牢里，不准任何人接近，也不准给他任何的食物，
在他丧命之前，要严密把守牢门，知道吗？知道。一刀把他砍死算了，何必这么折磨人呢？国王，国就这样，囚禁父亲频婆娑罗王的太子坐上了王位，自命为阿奢士王，成为统治摩羯陀的国王。提婆达多，这都是你的功劳。不，这是国王自己的力量。我想犒赏你，说出你想要的东西。那么，请准我出去做布教之旅。布教之旅？说法、收弟子以及储存力量，终有一天，世尊的弟子也会被我收服。到时候，我要取代世尊，在全印度广布我的教法，这就是我多年的愿望。哈，这未免太……国王达成心愿了，这次应该换我了。接受阿奢士王庞大布施的提婆达多，兴高采烈地踏上布教之旅。这边是阿奢士王之母韦提希，她担心丈夫毗婆娑罗的安危。韦提希把牛奶和蜂蜜混合涂在玉后的身体，并且把葡萄浆灌入璎珞中，每天偷偷地去见频婆娑罗。从那间牢房的窗户正好可以遥见灵鹫山。得到韦提希偷偷带来的食物，恢复生气的频婆娑罗每天远远眺望世尊，靠着远远传来的微小声音鼓励生存的意志。且说，就在频婆娑罗被关入3星期之后，怎么样？我的父亲他还活着吗？是的，而且是越来越健康。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王妃经常偷偷的带些食物给他吃呢。什么？再加上里面的窗户，可以看到世尊所在的灵鹫山，使得他的心灵有了寄托。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太子，你闪开！好。是母亲。既然母亲站在仇人那边，母亲现在也是我的敌人，绝我吧！呀不可以！自古有不少杀死父亲的国王，却从来都没有杀死母亲的国王。这是身为国王最基本的伦理。这一次，就算是抛弃老命，我也要阻止你。齐婆，你也是吗？毗陀罗大臣他说的对呀。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呢？请重新考虑吧。无论如何，请不要对你的生身之母下这个毒手，国王。不只是大臣毗陀罗，连自己信赖的名医齐婆都强烈反对，阿奢士也没有办法下手。
于是阿舍世王把母亲关入了宫殿房间，不准她步出一步，并且派人看守。另外，还填死牢房的窗户，砍伤毗婆娑罗的双脚，使他无法再站起来。如今不止没有办法送食物给国王吃了，连我的未来都未必是安全的。世尊啊，在席之时，您恒遣阿难来慰问我吧。世尊，我今愁忧，世尊危重，无由得见，愿遣目连尊者阿难与我相见。世尊。世尊，您请假过来了，请问我到底是做了什么错事，才会生下像阿舍氏这样的坏儿子呢？我一直是真心照顾他、爱他的，为什么如今他会想向国王报仇，而且还想加害我还有国王？这真是太可怕了！世尊，那不是我的孩子。不，坏的不是那个孩子，最可恶的是唆使那个孩子的提婆达多。世尊，夫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呢？放眼所至都是恶人，这世间充满了痛苦与烦恼，但愿世尊能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言福提着恶事也，此着恶处，地狱恶鬼畜生盈满，多不善聚。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世尊，世尊。世尊听取维提西悲切的请求，放眉金光，奇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然后反照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严显可观，多么美丽啊！个个都是清净光明的国度。西方净土。世尊，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世尊，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请世尊告诉我达成心愿的方法。这时候，世尊露出了微笑，口中还放出了五色的光。这个光透过牢墙，一一照上频婆娑罗王的头顶。于是频婆娑罗的心眼无障，看到了世尊的身影。频婆娑罗喜悦不已，向世尊头面作礼，解除迷惑，自然增进，证阿那含果。谢谢你，世尊，谢谢你。好了，韦提西。是。阿弥陀佛，就在这不远的地方，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心系念西方净土，自然就能观想到阿弥陀佛。现在我将为你解说许多观想净土的方法，我也希望这样能使未来世一切凡夫能转生到清高的西方极乐世界。希望转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人，必须积以下的三福：一者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习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诵读大圣，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世尊，方才您的佛力使我得以观见阿弥陀佛的净土。后世的人们浊恶不善，无苦所逼，如何才能看见阿弥陀佛的净土呢？韦提系，你问了很好的问题。那么，阿难呢？是。接着，我现在要为韦提系以及后世痛苦烦恼的人们讲解观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你要默记在内心，并且传达给其他人们。谨遵教诲。一切众生皆见日没，正坐西向，地观于日没处，令心坚往，专想不已。观见日已，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名为出观。出观成已，次作水想。想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见水澄清，当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此想成已，即可观见极乐世界琉璃地内外辉映的情景。这是水想，名第二观。闭目开目，不令散失。如此想者，是为地想，名第三观。地想已成，次观七重七宝行数，是为数想，名第四观。数想已成，次观七宝。莲华浮起的净土八池水，是为八功德水想，名第五观。众宝国土界上有500亿宝楼，阁楼中有无量诸天作天际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鼓自鸣。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僧，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命中之后必转生到那个国度。阿难，为提系，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解除苦恼的方法，汝等一持，广为大众分别解说。宛如要回应世尊的话一样，空中突然出现阿弥陀如来的身影。阿弥陀如来在观音二菩萨随从大势至放出灿烂的光明，充满了整个室内。世尊，阿弥陀佛。世尊，我今因佛之力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如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为提系，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于七宝地上做莲华想，每个花瓣都生出新的宝物。这是华座想，名第七观。佛是超过形象的，
当人们观想时，就会浮现在人们的心中。阿难啊，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60万亿，内由他恒河沙由旬，眉间白毫，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佛眼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身珠毛孔，眼出光明，如须弥山。彼佛圆光如100亿3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1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亦为逝者。无量寿佛有8万4千相，一一相中各有8万4千随行好，一一好中复有8万4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不知何时，宫女们都趴在门外竖耳倾听。世尊又解说净土的9品，也就是9个阶级。首先是上品，上品分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三者都是信大乘佛教、祈愿转生净土的人。接着是中品上生、中品中生，这些是守戒律、期望转生净土的人。再下来是中品下生，这些是在世间做善事的人。最后是下品下生，这些是做各种恶业不支持的人。世尊在这里特别强调，下品下生的人，净土一样为他们打开大门。下品下生者，临命终时，可能受痛苦折磨，无暇念佛，则应告知：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10念，称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念念之中，将可除81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华住其人前，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华中满12大劫，莲华方开。世尊说到这里，韦提希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500侍女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愿往生净土。世尊希冀，皆当往生。世尊，这个说法太宝贵了。阿难呐，刚才所说的法，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尊名，就可以从长久的罪恶中得到解脱。心中常念的人自然不在话下。如果此时有人念佛，诚心诚意的念佛，那么他就是白莲花赞美的尊贵者。阿难呐，这一段法你要牢记心中，广为大众述说此法，并且要诚心相信无量寿佛之宏愿，念诵佛号。我一定会遵照您的话去做的。
这时候，提婆达多带着许多新弟子，得意洋洋地回到王舍城。国王，这歌声是女人的声音。母亲的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母亲，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无视于我的存在！住嘴！还不赶快给我住嘴！韦提希和女人们只是一心地念着佛号。距今约2500年前，在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的宫殿中，阿舍氏太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囚禁父亲。频婆娑罗王自己登上王位，连带食物给丈夫的韦提希王妃也被幽禁在房间里。可是韦提希听到世尊的说法，内心得到了拯救。宫殿中的女人也一心念佛。阿舍氏王这时才觉悟到，再折磨自己的母亲也是无益的。佛典故事：阿舍氏王。这时，提婆达多因为自己收到了不少弟子而洋洋得意，来到世尊所在的竹林精舍。世尊，提婆达多来了。我知道，他是想向我炫耀自己的力量。好久不见了，世尊。不过几次在托钵的途中看到你，而你总是匆匆的走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说你真的这么怕我吗？我当然不是害怕，我只是想避免无用的议论。无用的议论？你们得到阿舍氏王的厚重供养，内心骄纵起来，失去求道的清净心。和这种愚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太可笑了！得人供养，储备力量哪儿不对了？有了力量，修行才有进展，不然要怎么能够拯救民众呢？要怎么才能够推广教法？照目前的情况下去，世尊，您宝贵的法会遇到瓶颈，就此断绝的。世尊，您已经老了，我看您就在附近选个地方养老，享受寂灭境地吧。依我看，不久之后，干脆就由我来代替你说法讲道吧。他想要代替世尊啊！提婆达多，现在就算是舍利佛跟木莲都不能代替我，哪里轮得到你这种仗势欺人的人呢？我连一个弟子都不能放心地交给你，你离开吧。
受到世尊斥责的提婆达多，从此怀恨在心，最后终于下了可怕的决心。我要杀死世尊！国王，希望你能够借我武功强的士兵。国王采纳了我的计谋，囚禁国王而得到了王位，请你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当然记得了，就照你说的去办。你先去，立个大功劳回来。是。他要是回来，就马上把他给杀死。是。出来！他们要是回来，就马上杀死他们。是。是。等他们回来，就叫国王把他们统统给我杀了。这样一来，一切就没有人知道了。我一直在等你。请原谅我，刚刚我还想要杀您呢，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吧，请你原谅我，请原谅，我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但是能够忏悔也就够了。我能拯救你的未来。我也等你们好久了，通通出来吧，不用害怕，通通出来。听到世尊充满慈爱的声音，每个士兵都忏悔请罪，成为世尊忠实的弟子。这时候，在宫殿王妃的房间里，阿舍世王的幼子为了种脓之痛哭个不停。阿舍世王抱起幼子，自己用口吸出指头内的脓。一直注视这个情景的是国王的母亲韦提希。我想起来了，母亲，原来你在那里啊！我想起来了，你想起什么事？就在你也是这般大的时候，因为手指头长脓，痛得哭个不停的时候，你父王就像现在的你一样，把你抱了起来，用口吸脓出来。唯一和你不同的是，他怕孩子看到了血会心里产生害怕，所以他不把血脓吐出来，反而自己把血吞下去。啊，什么？你现在这么的疼小王子，相信现在你也能够了解你父亲的心情了吧？你父亲他是这么的爱你，辛辛苦苦的把你抚养长大。父亲，父亲，父亲，士兵在不在？士兵，把父亲从牢里放出来，谁都可以，把国王活着救出来的人，我就给他1半的领土。听到没有？这
可是士兵们打开牢房的时候，只看到频婆娑罗断气的尸体。太迟了，我应该趁他活着的时候把他放出来。你父亲他听了世尊的说法，应该可以让他上西天。国王，请到这边来。你何必悲伤呢？你的父亲如果还活着，会成为你王位下的隐忧，只有这样，王位才会安稳的。倒是我担心的事还没有解决呢。上次我们派去的士兵全部都失败了，这次必须借我更有用的士兵。你有在听吗，国王？你出去！什么？都是因为你，害我做下了无可挽回的事。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我不想再看到你了。这是你该对我讲的话吗？你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吗？住口！你给我听好，从今年起终止给你的供养，不准你再踏入宫殿一步。你少不了我的。住口！现在马上走，马上滚！好，我不借助你的力量，一切我都自己来完成的。就这样，提婆达多带着弟子们离开了王舍城宫殿。另一方面，阿舍世王受到良心的责备，从那天起得了重病，一蹶不起，全身长出恶瘤，流出血丝，还发出恶臭。人们害怕的不敢接近他，照料他的人也只有母亲卫提西。大臣们不得已，只好远远地站着，鼓励阿舍氏。国王啊，你觉得怎么样了？我要死了，这是报应，我会下地狱去的。不管是再好的医生，也治不了我没救了。国王，你怎么说这种不争气的话呢？人好好的，怎么来提死的事情？地狱只是人想象出来的，根本没有人亲眼见过呀。说的也是。国王啊，我知道一位有神通力的修行者，我请他来为您看看，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们都知道，国王他是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的，就算是他杀了父亲，也没有罪啊。这是自古以来国王所拥有的权利。我有一位灵力的神通修行者，我想请他来看看吧，也许他会有办法的哦。地狱的地呢，有生命的意义，至于狱呢，也有极跟久的意思，合起来呢，地狱就是生命长久之意。国王应该感到欣喜的。我有一位这个修行朋友，他非常厉害，马上请他过来为您看病，一定会好的，您放心。说起来啊，您父亲就是过于看重世尊跟他的弟子，而疏远了其他修行者。国王之死呢，正好能够消除那些个不平的现象，换句话说，也是有好处的。听你们这么说，我觉得人轻松一点了。那就请出名的修行者迦楼湿陀来为您治病。6位大臣推荐的都是6师外道，全是当时评价极高的修行者。阿舍世王虽然心动，却没有请任何一个人来。第7个来访的是医师奇婆。奇婆是阿舍氏的亲戚，年轻时候就是有口碑的医师，
大臣们说的都只是一时的安慰，是欺骗你的，你不可以被迷惑。希望你能够明白啊。也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国王，你确实是犯下了大罪，这是不应该的。再怎么样的蛮混，罪还是罪，它不会消失的，你知道吗？看样子我是没救了。有救的。啊？国王，你现在会得到重病，完全是因为你内心在责备自己、惭愧、忏悔所引起的，所以你有救的。我还有救？是的，世尊他曾经说过，有2只白虎在拯救人，一是忏，另外呢就是悔。忏是在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支持而不做恶事；至于悔，是出现在外，使人不做恶事。只有这2个具备的时候，人才会成为完整的人。所以，不论犯下了什么罪，只要有忏悔之心，得救之道一定会打开的。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世尊说的吗？不错，国王，你呻吟地说，任何名医修行者都治不好你。可是依我来看，世尊他是唯一能够治好你病的人呢。所以国王，请你马上前去拜访世尊。可是我借士兵给提婆达多，我借士兵让他去杀世尊，现在我还有什么面目去找他呢？我看我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要犹豫。啊，什么人？照着奇婆的话去做。你是谁？国王的父亲，你在哪儿？孩子，现在你就去找世尊。国王，国王，你振作起来！你怎么了？国王，你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啊！在王舍城外的林子里，世尊已经知道这一切了。必须要拯救阿舍世王，在那之前我不能死，不能进入涅槃。为了那位国王，我必须活更久。宫殿内的阿舍世王此时几乎要断气了。这时，世尊集中精神，进入月爱三昧之行。月爱三昧是宛如月光祥和照耀一切，不分身份与贫富、职业，使佛的慈悲平等地包围人们，减轻人们烦恼的修行。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国王，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不用再担心了。那你知不知道，刚才的光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世尊送来的。因为那个光的医治，国王的病已经痊愈了耶。原来如此。大家听着，天亮就出发，去朝拜世尊。七婆，你也过来。迎接阿舍世王的世尊为阿舍氏说法。你本身有罪，你的父王也有罪，可是你父王忏悔了，
所以他没有堕入地狱而得救了。现在你强烈的反省忏悔，在这种情形之下，哪有不能得救的道理？听到这儿，阿舍世王高兴地哭了。不久前治好怪病、拯救阿舍世王身体的世尊，再次地拯救了国王的心。提婆达多大爷，国王放弃了我们，倾向世尊那边的，怎么办呢？大事不妙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呢？放心，国王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的。释迦的弟子有一天也会臣服我的，你们等着看吧。真的吗？真的吗？放心好了。世尊会经过这里，千万别失败的，你知道吗？只准成功。快点逃吧！不必害怕。不要粗暴，别忘了本来的温柔之心。提婆达多杀死世尊的计谋又失败了。哎，你们看到世尊的力量没有啊？你们看到了世尊的力量，好厉害啊！世尊力量，好厉害！吵死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说您的神通比不上世尊呐，他们说想要去当世尊的弟子了。您说这下怎么办呢？师父，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了，怎么办呢？师父，可恶！世尊只不过是一介人类，他的身体受伤也会流血，被岩石打中也会被压得碎烂。这个事实，我今天一定会让你们亲眼瞧见。世尊，这次一定要你死！啊！石头掉下来了，快点躲起来！世尊小心啊！世尊啊！你们。